投资美国房地产如何用低利率贷款来以房养房呢？很多人误以为投资自己要有很多的资金，其实民众要改变一下观念，尤其是购买房地产，要善用利用银行贷款，也就是学会借钱投资，用别人的钱赚钱。很多华人民众利用贷款购买投资房后，用租金收入支付每月贷款和地税等开支，以达到以房养房的目的。但是自住的贷款和投资的贷款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一般来说，投资房的贷款会比较困难一些。自住房的低利率等优惠政策，很多民众即使在购买投资房的时候，也想以自住房申报。然而，有美国的房产专家表示，银行会依据一些条件来判定顾客购买房产是用于自住还是投资。例如，银行会要求客户披露名下所有的房产，一般第二套房产就是投资房。过户以后60天内，买房人要入住，并且一年住满180天就算自住房。另外，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的情况也算作自住房。如果民众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来购买投资房，也有另外一种办法，就是付点数。所谓点付，就是贷款金额的百分比。几个例子，对于40万的投资房贷款，根据房利美的规定，如果要拿自住房的利息，贷款的时候要付2个点数，就是40万乘以2%，也就是8000元。那么是选择一次性付清点数，还是较高的利率呢？这要看民众保持投资房多久。例如，一所贷款40万，30年还清的房子，自住房和投资房利率下每个月相差100元，大约7年就把点数的8000元赚回来了。但是如果购房者打算在2到3年的时间就卖掉房子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必要购买点数了。申请投资房贷款的限制要比自住房的多。从贷款的比例来讲，投资房贷款最多只能申请到75%，这就是说购房者要首付25%。然而，自住房贷款有时候可以达到90%。针对申请人的经济能力，投资房的要求也会更高。与自住房首付款可以由父母、朋友赠与不同，投资房要查看客户2个月的银行月账单，不允许有任何的赠与款。另外，申请投资房的信用要求也更高，通常要在660分以上。然而，自住房仅为620分。投资房购买者去银行贷款的时候，会看负债和收入的比例，不能超过43%、50%。例如，王先生收入5000，当前自住房的贷款、地税等负债每个月2500，负债和收入的比例刚好是50%，王先生可以申请到这个贷款。但是如果王先生还有汽车贷款200元，负债达到52%，就不能买这栋投资房。然而，对于投资房的租金是否能算在收入内呢？很多银行会要求客户有2年的房东经历，否则银行就不能用投资房的租金收入去冲掉地税等开支。但是有些华人银行，即使顾客没有房东经验，也可以用租金做负债对冲，这样对收入的要求就比较低了。家庭房产最容易申请贷款。从投资的角度而言，民众选择不同的房屋类型，比如 co-op、condo 等，对申请贷款都会有影响。
专家称，Core2用于投资而言，基本上没有贷到款的可能。银行会觉得风险太大，框斗比 Core2好一点，但也有诸多的限制。是否能够拿到贷款，银行也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审核的。如果康斗预售率没有达到50%，商业面积越大，楼的面积的20%里面个人投资比例过高，那么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买家。家庭的房产是比较容易申请到银行的贷款，4家庭以上的纽约就算是商业贷款。商业贷款从租金上是很好的投资方式，但是贷款更困难。贷款一般是57年，而且提早还款还有罚金，另外利率也更加高。我们巧用房屋净值购房。投资房贷款一般有2种形式，一种是用投资房申请贷款，拿投资房的利息；另一种是假设你有自住房，又有房屋净值，从自住房里拿出房屋净值购买投资房。所谓房屋净值，银行贷款给顾客购买的一个考量标准。例如，王先生10年前用50万购买了一处房产，如今增值到了100万，银行用100万乘以75%，再扣掉欠银行的贷款，比方是35万，那么剩下的40万就叫做房屋净值，可以用这部分钱购买投资房。这种情况下面，王先生可以从银行全现金借出40万买投资房，这样只需要付自住房的利息，利息是比较低的，而且有现金在手，比贷款抢房速度要快很多，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投资方法。现金购买的房子多长时间可以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呢？一般来说6个月就可以直接去贷款，但是如果说当初买房用于首付的银行月结单都能提供给银行的话，银行只需要等1个月就能申请贷款。如果夫妻2人各自以自己的名字购买了一处房产，这2处房产是否都可以申请自住贷款呢？依照现在的情况，根本不可能，因为夫妻自身就应该住在一起，不可能135住这个房子，246住那个房子。以前有些顾客是夫妇是分开报税，这样可以用2个房子作为自住，但是现在银行的监管越来越严格，不鼓励客人这样做，以免将来会有麻烦。填写贷款申请资料的时候，无贷款的房子也需要写在上面吗？必须要的。虽然没有贷款，但是你房子可能会有地税、保险和管理费，这些费用要加在负债里面的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投资房产要考虑这几个因素：这个城市近5年的人日迁入的速度如何？城市的新增就业机会与产业结构怎么样？同一类型的房产，租金年增幅的水平如何？这个区域内治安的评分和学校的评分好不好？市政投资、交通规划、基建发展的计划是什么？房子是否能卖出？有没有人接盘？是否能出租？租出去的租金是正现金流吗？是否能再融资？这点是兜底，能帮您释放资金。做 flap 短炒，这只适合在市场进入上升期时操作，千万别在高点抄底。房价已经涨一轮的城市，就别再赌短线翻倍了。长期出租，买入前就必须跑通现金流模式，确保即使房子不涨价，也能稳定收租。长期持有，必须要结合利率周期，
利率低的时候就要赶紧锁定30年长期贷款。房地产投资最看重确定性，高房价务必要慎重出租。豪宅自住可以，但是转出租很多时候都是负现金流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当下房产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下行的风险。如果房贷利率迟迟降不下来，而且房租下降了，你投资的房子又是负的现金流，就有可能拿不住房子了，然后被迫低价卖掉。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您拿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上涨。带您拆解更多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产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卖家与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。欢迎点赞订阅。